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2月5号，狗狗币昨天是再创出波段新高，当然目前价格还没有收盘哦。然后今天视频想来跟大家聊一下，半年多一直在给大家唱多整个币圈，希望朋友们、粉丝朋友、家人们不要去做空任何一个币种，有可能会很受伤的。因为很明显的观察，不管是比特币或者是狗狗币，空间是非常深的位置。那如果再判断前面的一些图形，狗狗币当时在21年的3月份，这边是有一个强势主力的洗盘成本区，很明显观察它后面是这样子涨的，那说明这个位置就是很强势的一个洗盘成本区。很多人是不相信 0.05 啊，还要再下去，什么去 0.02， 当时也是希望朋友们继续在这个位置给我抄底，压回来也是希望朋友们继续买。那到今天的位置也是有朋友在问，如果短线还要再做买入的动作，点位要怎么来判断？包括整个市场现在是在缩量，比特币的买点，短线呢要怎么来判断？中线前面也是跟大家讲了有一段时间，可能还是看矩形，你中线去找挖坑的位置。短线那等下来跟大家探讨几个位置啊，或者是这个柴犬币，现在也是量能非常的大，一根大涨，手上一直都有这个柴犬啊。我是希望朋友们有的话你就继续给我抱住。不过短线如果涨高的位置就建议不要去追。前面要买的话，早在这个位置也是有一个收敛三角突破的位置。那到现在的话，就建议朋友们先观察吧，有可能它在这个位置看会不会震荡一段时间。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优图，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或者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狗狗币哦，上一次有买的追价的位置，我个人是在 0.9 附近，就这个位置又追了一点。那这次压回来它也没有跌破。不过短期的形态，昨天也是有跟大家讲，这一根 K 线是很强的一个表态，它压回的位置类似一个上升三法，接近这一个开盘价附近。有几种整理的形态，一根大涨的走势，比如说前面它是这样子慢慢涨上去，然后一根大涨，强势的话它有可能会在这个收盘价上方来整理，这种是属于强势的一个形态。那还有一种，比如说一根长 K 线出来以后，它压回到一半，这种是相对比较中等的一个整理走势。那狗狗币这一次整理的形态就类似相对比较弱势的，比如说一根大涨，它慢慢整理压回到这个开盘价附近，这种有点类似上升三法。昨天是有跟大家提啊，就这个位置看会不会突破。那现在是高点已经过了，但是收盘目前还观察不出来它会不会给我收上去啊。反正有货的朋友你就继续给我拿住，或者是前面 0.084 的一个位置，建议朋友们你再找这个布林线，它破下轨的位置，这个点位是有再给大家一笔多单的建议，是在 0.080。有对的朋友我也是建议可以继续给我拿在手上，因为上一次它的一个买点也是在这一个低档的位置，破4个小时布林线的下轨。那我这2天也是跟朋友们讲，如果要再找买点，其实整个狗狗币的形态很明显的观察一下，基本上你这条绿色的先不要看，我们可以给它关掉，它基本上是沿着这一条红色的20的我们散户生命线，然后每一次有压回这个位置的时候都是买点。所以朋友也是在问，如果还有资金下一次要买，我的观点是你再观察它有没有可能什么时候整理了一段时间再压回到这个20 MA 的位置，有可能是下一次的买点。因为整个形态很明显的观察一下，它现在是很标准的一个上升通道，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如说这几个高点的位置类似一个上升通道，画的不是很标准啊，你可以沿这个位置再画一根也可以啊。那至于形态还有几个观点啊，前几天也是一直在跟大家讲，这边是有一个矩形震荡的一个走势，它不算是一个矩形啊，其实认真观察一下，它类似一个上升三角。我们可以明显的观察一下这几个高点的位置，然后沿这一个下沿的位置，它是一个上升三角。上升三角以往的经验，一般正常也是价格要往上去突破。当然后面是压回来，有可能也是在确认这个上升三角是不是一个有效突破的位置，压回确认一下这个趋势，然后现在又上来，不排除整个周线可以去观察一下，就是它的周线牛熊线啊，
每一次压回20MA 或者21MA 的位置，也是跟大家讲了有一段时间，一根突破压回来，你在这种位置也都可以买啊。那到现在的话还要再买，除非你手上没有这个狗狗币，要追的话，我是可以追得下手，就是除非你手上真的没有这个狗狗币，当然你也要留一部分资金。如果它还有压回的情况下，首先是你不能被动啊，就是你手上一定要有这个狗狗币的货。如果没有的情况下，那我的观点是你要追一部分，留一部分资金，看它还有没有压回这种趋势的位置，这样子可以就是找低点来摊低你追高的一个成本。那不同的一点，它跟比特币前面的整波上升走势是有跟大家讲过，它是主流啊，沿着这一个黄色的10MA 缓步的往上升。但是最近的整个走势已经整理了10天，所以也是跟大家讲，这一个10天的一个均线可能下一步会失效，它只要在这个区间继续震荡，成本全部来到这整个矩形的区间，随时都有可能横向来跌破。它不是一个就是往下突破的一个跌破，有可能是被动横向的把这个10MA 给跌破。那如果要找买点的位置，我想跟大家讲几个观点啊。你尽量找压回，为什么？因为美元指数最近是强势在涨啊。前面这一根 K 线也是跟大家判断，有可能是美元指数的一个多方的转折位。到现在来观察的话，感觉周线里面美元指数是有一个多方吞没的形态。所以我的观点是，短期比特币如果要再找买点，要做你只能尽量找看有没有压回的低档位置。那低档位置这2天也是有跟大家讲，这个比特币你尽量去观察有没有可能破这一个下轨的位置。现在感觉还有一点距离啊。还有一个方法是这样子啊，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日线的 MACD。MACD 目前是放了几根？1根、2根、3根、4根、5根、6根，尽量去观察一下这一次日线能不能放个10根左右。如果10根还没有就是说一个金叉的一个点位，不一定是买点，有可能会不会再放个几根20根左右，就说时间会不会延长，有可能我的判断是整个日线的 MACD 时间不排除会延长一段时间，甚至来到20根或者是30根，到时候看有没有低点的买点。另外还有一点哦，如果下一次你要找买点的位置，也尽量观察一下这个 MACD 有没有可能，它如果是在缓步继续震荡的结构下，这一个指标它会慢慢的移到零轴的附近。零轴的话是一个多空的平衡区，所以我的观点是尽量观察，因为整个市场在缩量结构下，你尽量要耐心等待。然后想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柴犬币，也是朋友在聊。其实前一段时间朋友也是在问这个位置，我的观点是有一个收敛三角，应该也是要往上去看啊。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前面的几个位置。就是22年8月份，这边有一个高档的位置，你去观察一下这2根 K 线，我们拉进来观察一下，就是这2根 K 线高档的位置，因为它在高位是有一个大量，然后这2个上影线是要反这个位置压力过不去啊。那大致的一个压力位是在今天早上也是在跟朋友们聊的0.000016附近啊。就这个位置，你短期观察一下，它有可能上去会有个压力区。首先，短线压力不是说它要这样子下去啊，压力只是代表有可能涨多了，它在这个位置要进行一个区间的震荡洗盘。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定我们有图。